俄乌战争打成了美国想要的样子，美军赤裸裸地说出了目标，中国可能会成为受害者。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正在进行的俄乌战争已经变成了西方国家集体与俄罗斯打的一场代理人战争。随着俄军在顿巴斯地区进入第二阶段作战，基辅周边的俄军已经撤离，乌克兰首都变成了比较安全的地方。于是呢，西方国家的领导人纷纷前往乌克兰作秀，北约国家开始给乌克兰提供重型武器，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用美国保守媒体的话说，美国将与俄罗斯战斗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近日，基辅虽然没有等来拜登，但是却迎来了一位新的美国驻乌克兰大使。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也访问了基辅。这是自2月24日俄罗斯对乌克兰展开特别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政要首次对乌克兰进行高级别访问。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前，美国人是最早从基辅逃跑的，现在呢又重新开始在乌克兰展开官方活动了。对俄罗斯而言，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信号。最近，美国国会刚刚通过了租借法案，包括向乌克兰提供包括 M777 榴弹炮在内的重型武器，甚至呢专门针对俄罗斯军队为乌克兰打造了凤凰魅影巡飞弹。在这次访问活动上，布林肯和奥斯汀还宣布，乌架导楼将扩大对乌克兰军人的军事训练，并继续协调重型武器装备、弹药和备件的运输。乌克兰将获得 3.22 亿美元的外国军事援助，作为对15个西方国家提供的 7.13 亿美元援助计划的一部分。美国人还强调，华盛顿向基辅提供的军事援助总额将高达37亿美元。当被问及美国政府在持续冲突中的目标时，奥斯汀告诉记者，我们希望看到俄罗斯被削弱到无法做到入侵乌克兰的那种事情的程度。奥斯汀还说，俄罗斯已经失去了很多军事能力和大量部队。坦率地讲，我们希望看到他们没有能力非常迅速地恢复这种能力。看明白了吗？俄乌战争已经打成了美国想要的样子，也就是终于可以让乌克兰人去极大地消耗俄罗斯，让俄罗斯从此变成一个二流国家。俄罗斯军队的常规作战能力此次的表现呢，确实堪忧，已经证明该国失去了苏联时期靠装甲洪流平推欧洲的能力。也就是说，欧洲其实已经认识到俄罗斯军队在常规战争中对北约国家的威胁已经大大减小，西方只需要向乌克兰提供军火，就足以让俄乌冲突长期化，让俄罗斯遭受重大损失，甚至呢在未来几年内都难以恢复实力。那么美国为何如此急切地想看到俄罗斯的严重衰弱呢？有些人认为，美国其实想要一个相对强大的俄罗斯，这样就可以找到借口让欧洲国家在安全问题上对美国更加依赖。其实美国可能正在利用这样一个机会，一举破解其面临的战略困境，未来不需要再同时面对中国与俄罗斯了。过去同时与中俄对抗一直被美国政客看成是国际战略的死局，现在情况有可能会发生变化。只要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被严重削弱，美国未来就会放心的集中精力在印太地区针对中国，甚至呢成立印太小北约。美国现在想要的就是一个对欧洲根本没有能力带来威胁的俄罗斯，让欧洲国家自己去应对俄罗斯，而美国呢则可以集中力量，通过打贸易战、经济战、科技战甚至武力战的方式来对付中国，这是需要我们高度警惕的。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